阳奉有信，秋月无边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可爱又迷人的前女友。没想到吧，我又更新了。今天讲的故事就厉害了，换头已经搂不住了，这集已经开始换脸了。永泰一早就被真鱼叫醒了，两人正决定要去哪里，就看见了一个小男孩。受伤的小男孩吃下了一包药，身上的伤口瞬间消失了。永泰看出其中有端倪，据小男孩说，药就是母亲给的，他从小吃到大。两人决定把小男孩送回家。男孩的名字叫七生，他今早迷迷糊糊的被奶奶从睡梦中叫醒，奶奶让他带上骨灰盒，上了一辆陌生男人的车。他左思右想，觉得事情不对，自己应该回到妈妈身边，于是他强行跳车离开了。车上的男人也因车祸昏了过去。七生不知道骨灰盒里装的是什么，一回到家就看见妈妈等在门口。永泰询问七妈药的来历，七妈只说是家里祖传的，随后就带着七生去弄吃的了。永泰和真鱼怀疑那药恐怕与人鱼有关，这时刚好来了一个老婆婆，这就是送七生离开的奶奶。奶奶说七生不能留在这个家里，并拿出了一张照片，上面七生的妈妈跟现在的七妈并不是同一个女人，男孩也只是跟七生相像而已。永泰正想再问的时候，七妈回来了，奶奶急匆匆的离开了，两人心中起了怀疑，准备离开后慢慢调查。吃饭的时候，永泰打听了下七生家的八卦，七生的父母当年离婚的时候，曾因为抢夺七生动了刀子。七妈十分爱儿子，在七生走的那天，她拼命把儿子拖进仓库，甚至还给他喂下了毒药。最后七生还是被男方的新婚妻子带走，才救了一命。那之后，七妈的脸上也留下了很严重的伤，但是永泰他们去的时候，七妈的脸蛋十分光滑漂亮。据街坊说，这都是25年前的事情了，住在那里的人也早就换了。如果七生还活着，也该是个大叔了。永泰更疑惑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住在那里的孩子还叫七生呢？夜晚悄悄来临，七妈回忆着当年的事情，打开了骨灰盒，里面赫然装着一张带血的人脸皮，这张脸皮上带着很严重的伤。七妈的表情瞬间变得阴狠了起来，她警告奶奶不要妨碍她的事情。第二天，七生在放学的路上再次看见了永泰和真鱼，他称七妈在他小学时就让他吃那种药了，当时他还吐了几口血。永泰十分担心七生，嘱咐他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吃了。七生刚答应完，就看见上次宰他的男人。永泰主动上前询问情况，男人欲言又止，永泰只好追了上去。真鱼留下来送七生回家，男人在路上给七妈打了个电话，两人约好稍后见面。真鱼送七生回家，正好碰见七妈进了仓库，两人躲了起来。七生说仓库一直是他家的禁地，转眼仓库里就出来了另一个陌生的女人。真鱼认出她跟照片中的女人十分相像。另一边，永泰跟踪男人到了海边，随后女人就出现在了男人身边。他询问男人是不是七生，而老七生竟然叫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人为妈妈。永泰内心疑惑重重，如果这是七生和七妈，那么家里的母子又是谁呢？独眼七妈拿出当年老七生送她的镜子，话语中感慨万千。但是当老七生说把我的孩子还给我的时候，独眼直接将老七生推下了护栏。目睹一切的永泰冲了出去，白布掀开时，下面是另一半恐怖的脸。趁着永泰发愣的功夫，女人一刀扎入，拿下医血，然后匆匆离开了。永泰强忍着疼痛拔下刀，赶紧去护栏下寻找老七生。老七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原来他才是真正的七生，刚刚的女人是他25年前就分别的妈妈。当年两人一起吃的人鱼肉，他被逼着吃下以后，就因为喉咙的灼烧感立刻吐了出来，但还是留下了无法消失的疤痕。他并没有长生不老，但是刚刚的妈妈却是跟25年前一样。8年前他妈妈突然出现，带走了他刚2岁的儿子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还是最近奶奶联系了他，他才得知了儿子的行踪。他的妈妈给他的儿子也起了跟他一样的名字，七生。那么如果刚刚那个是七妈，家里的女人又是谁呢？永泰决定先救老七生回去再说。此时真鱼带着七生进了仓库，两人左右寻找也没有发现七妈的影子，倒是真鱼在箱子里发现了一些工具，还有一个盒子。盒子打开以后，是一张刚刚被剥下的血迹斑斑的人脸皮。七生的身后突然出现了那个面部十分恐怖的女人，她举起斧头，好像随时都想要杀掉真鱼。还好暂停得快，不然真鱼就要被砍了。这期的故事就先到这里为止吧，下一期即将有换脸皮高能，究竟两个女人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七生吃的药是什么？真鱼又能否逃脱过板斧攻击？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猜一猜。我是你们酷酷的前女友，喜欢本片的别忘了推荐3连，点个关注吧，比心心。